们当年的行为伤害了你，我们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儿，你就原谅我们吧。我们正式向你道歉。因为这件事儿，学校已经暂停了我的工作，教委也要取消我教师资格。肖楠楠，你让我怎么道歉都行。各位律师，能帮我跟学校说说吗？方女士，你们愿意来道歉呢，我们非常欢迎，但是态度要老实。我们说的是登报道歉。关于您说的教委取消了您教师资格证这件事情，肯定不仅仅是因为肖楠这件事情。毕竟您平时也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所以您还是先正式道歉吧。好，罗律师，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处理吧，谢谢你。再见，奶奶，随时联系啊。谢谢你，再见。新婚快乐！谢谢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好，注意安全。慢走啊！拜拜。三位律师，那个肖楠楠确定不会再来找我们了吧？你们都已经当面道歉了，也承诺了要公开道歉，我想肖楠楠不会这样做的。不过这次对你们来说也是一次教训吧，以后要善待他人。我们回去就抓紧登报道歉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辛苦了。你们教育了我，事实证明乐观是对的。我也走了啊，我跟郝总约了谈事情。谈事情，谈恋爱，谈事情，谈恋爱。别瞎说了，再说，有好的事情发生哦。哦，走吧，我还有事情跟你商量。好。没想到这个案子啊，把我们搞得这么被动。我们今天的会议呢，严格保密，麻烦各位把手机拿出来，关机，都放桌上。万和的账目基本上已经理清楚了。我们发现啊，万和除了那一块土地，还有许多去向不明的资金。万和肯定私下转移了大量的资产。你看这笔，这一笔，这一笔，还有这一笔，像这样的还有很多。我发现万和藏匿资产不仅仅是那块地，还有这几笔资金呢。不是这万和的老板他是不想活了吧？那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，我们是否要向法院、公安机关举报，并向万和的全体债权人进行告知？你们什么时候发现的？最近，因为我们负责整理的是万和和鼎新的账目往来，万和的整个账目基本上都是梁成所在理，我们是有监督的权利的。我是从他们整好的这个账目上发现的。现在可以肯定的是，我们发现的问题，梁成所早就已经发现了。徐老师，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，我们的发现该不该告知委托人？你怎么看？从受托责任上来说，既然发现了，就应该告诉他。可是，万总和万和的领导班子肯定是涉嫌犯罪了。如果刘总知道了，他很有可能会沉不住气，去举报万和和万总。更何况万和有几千个已经交了货款的小债权人，刘总知道了，那他们肯定也会知道。到时候大家一块儿去举报，公安部门肯定会采取行动，万和的班子会被一窝端的。一旦万和的领导班子跟财务进去，那我们的工作很难进行，破产重整程序也会面临困难，乃至转清算。可问题是，知道这件事儿的不止我们一家，许卓的卓越所也很清楚这件事。如果我们不举报，他们举报的话，那我们可能会面对债权人主张管理人渎职，未尽忠实勤勉义务，也将会面临巨额索赔的风险。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。我们代理了万和破产中鼎新债权一系列事项，同时代其监督管理人行使职权。从受托责任上来说，
我们有义务向鼎新披露一切我们知道的信息，否则，鼎新可以告我们违约或者渎职。一个秘密如果2个人知道的话，那就不叫秘密。刘总最近的情绪非常焦虑，如果让他知道这个消息，我不敢保证他不会泄露。另外，就算他保证不泄露，那几千个小债权人如果知道了这个消息，肯定坐不住。如果事情闹大了，那破产重整就无法进行，就很可能改成清算。一般债权清算偿债率很低，那鼎新的权益就一定受损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的，徐律师。哦，是这样的。都不说话是吧？行，那我来说，我们现在面临着巨大的法律风险。以管理人职责来说，我们要对破产财产负责，要调查清楚万和的财产状况，发现并撤销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。这也是法院和万和所有的债权人，包括众多交了钱却没有拿到货的小债权人，对我们最基本的要求。当然，对于万和转移财产的这种违法犯罪行为，我们有义务如实的向法院和公安机关报告。可是，一旦报了案，我们倾尽心血做的重整草案将胎死腹中，破产重整也将成为一个笑话。而且，广大债权人的利益也得不到实质性的保障。所以，为了工作大局考虑，我们现在目前最好的选择就是暂时不报案。所以，我们本着大局和保护委托人最大的利益出发，我们可以先看看梁成所怎么做，看看他们的目标是否和我们一致。如果他们选择不揭发，那我们暂时不公开，但我们就要在一定时间内承担不向委托人披露真实情况的法律风险。你们觉得呢？我同意。你呢？啊，徐老师，我个人还是觉得这样风险太大了。我们代理的是债权人，所以我们有责任向鼎新告知真相。我刚才说了，选择暂时不公开，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最大利益。可我还是……你有什么别的方面的忧虑吗？万和当下的情况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案子，就是当年您参与过的筑城案。我前些日子也看过这个案子的案卷，我怀疑梅大良夫妇出事儿是和筑城案有关系的。你说这个和我们现在讨论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吗？也是啊。哦，哎呦，我给忘了。徐老师，我这突然有点私事，我要马上走。什么事儿？家事。啊，对了，还有徐老师，刚才咱们聊的，我希望您还是慎重考虑一下。那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那我也先去忙了，徐律师。我怎么突然觉得我会是下一个梅大良呢？方律，只要能取得卓越所的谅解，我们双方行动一致，
并且严格保密的情况下，不可能发展到那个地步。毕竟我们的共同利益是一致的。我的建议呢，是我们私下再找许卓谈谈。好，那我们就暂时不公开，但是同时呢，咱们得向法院和有关的政府部门报告，得到他们的谅解才行。喂，有事啊？有事儿，陈硕，你在哪儿呢？我要见你。在忙呢。我不管你忙不忙，我一定要见到你。你在哪儿？我过去接你去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一会儿我自己去了。咖啡馆见好吗？行，咱一会儿见啊。别我。你好，罗小姐，今天还是老样子吗？2杯美式咖啡啊，对，好的，稍等啊。您的咖啡，小心点啊。从受托责任上来说，我们有义务向鼎新披露一切我们知道的信息，否则，鼎新可以告我们违约或者渎职。一个秘密2个人知道的话，那不叫秘密。那几千个小债权人如果知道了这个消息，那肯定坐不住。如果事情闹大了，那破产重整就无法进行，就很可能改成清算。一般债权清算偿债率很低，那鼎新的权益就一定受损。万和当下的情况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案子，就是当年您参与过的筑城案。我前些日子也看过这个案子的案卷，我怀疑梅大梁夫妇出事儿是和筑城案有关系的。你说这个和我们现在讨论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吗？我来了。怎么了？遇到事儿了？丧个脸。我是遇到事儿了，想听听你的意见。说吧。我在查万和的账目的时候，发现有些情况和当年筑城案很相似。筑城的老板也是当年的法人代表于成，在筑城集团重整成功以后，因为骗贷和隐匿、销毁会计账本而判了刑。那他的这些犯罪线索，当年梅大梁在查账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发现了？情理上推，梅大梁是什么人？我认为他肯定发现了。那他发现之后采取的行动又是什么呢？按照事情后续发展来看，很有可能梅大梁因为考虑到破产重整的大局，所以选择了暂时不说。但他这样的行为会被旁边的人理解吗？或者说，如果有人不愿意跟他共同承担这份风险，这会不会成为他们除掉梅大梁夫妇的动机，或者被他们看作成扳倒他们俩的机会呢？你是不是早就猜到了？当年是梅大梁夫妻2个单独做的这案子，那他们没让梁成所任何一名律师加入其中。那如果他们知道这件事的话，会作何感想啊？而且，虽然梅大梁没让任何一名律师加入管理人团队，但管理人团队里边还有一个人。你是说许卓？我提醒过你了，他和梅大梁夫妇的案子有关系。可是他的利益应该和梅大梁是一致的呀。你说的利益一致呢，是目标一致，不是分配一致。有利益就有纷争。罗英子啊，我提醒你一点啊，如果你在万和这件事上已经查到什么东西的话，那你现在很有可能已经在危险之中了，你自己小心一点。你觉得会吗？怎么不会啊？
当你的委托人知道你隐瞒了事实，不会告你违约吗？不会提出更严重的指控吗？陈叔，你还会关心我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我只是觉得你现在特别奇怪。我感觉咱们俩就像两个陌生人一样。话说的好像俩人什么时候熟过似的。那庭上的时候打对头，生活中见面就对掐，那不是陌生人是什么呀？哎，反正也不重要，你就把我刚才说那些话呢，当做是一个陌生人给你的忠告和建议。还有别的事吗？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？我没事，挺好。走。李律师，这个地方不错啊。朋友的会所，方律师，请坐。好。万和的账，你们应该看到了。他们除了那块地，还转移了大量的资产。这个你们也应该发现了吧？梁诊所之前的工作做得很好，我们都知道了。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？我们听梁诊所的。许律师，你是个明白人。虽然我们现在都各自站在不同的利益集团，但是从某种角度上讲，我们的利益又是一致的。只有万和重整成功，你的委托人的利益才能最大化。听方律师的意思是，你们暂时不想公开。我听你的。如果你们想报案，我们也没办法阻止。万和大大小小数千个债权人，我们只是其中一个。任何一个债权人选择报案，都很可能破坏你们的破产重整计划。这正是我今天约您见面的原因。到目前为止，这个信息只有我们两家知道。如果我们绝对保密，那债权人就不会知道，也就不会有人去报案。可是如果卓越所透露给你们的委托人的话，哪怕是那个刘总啊，他承诺不报案，我们也不敢承担秘密被泄露的这种风险。那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肯定会去报案。那其结果，你应该能想到，万和的整个班子会进去，重整一定会失败，那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损。如果我们知道了却不告诉我们的委托人，那我们也面临欺骗委托人的法律风险。那这就得请许律师管好自己人了。我们这边，你放心，这关乎到我们梁诊所重大的利益，我们绝对保密，绝不会向任何人透露的。如果真能做到这样，我听您的。您的意思是？你们不报案，我们不报案，但是我们积极配合梁诊所的工作。将来，重整计划中，我们有权利要求我们的委托人可以首先拿到首偿。没问题，我们在设计方案的时候，尽可能的考虑进去。不过这个也要等着将来的债权人会议上
表决通过才可以。那我现在理解的意思就是，许律师也同意暂时保密，不报案了。同意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王律师，这是我们第2次合作了吧？对了，之前你们所开掉那个罗英子，和我提过筑城案，他觉得梅大良夫妇出事和这件事情有关。是梅先生让他问您的？不是，他只是跟我说最近看了案卷，但案卷在你们所。他最近有跟你们借过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要小心了。想想看，还有谁能够接触案卷？我知道了，我会管好自己人。您那边？放心，我会解决好的。你怎么想到了这些啊？老故事总是重复上演嘛。良城所正在办的万和破产重整案，我们代理的是最大债权人。在这个调查中呢，我发现万和的老板转移了大量的资产，这就让我想到了筑城案。那当年筑城的老板有没有转移资产？那如果他转移了，您和于先生发现了没有？如果你们发现了，当时你们是怎么决定的呢？我们决定暂时不向社会公开。当年，筑城的老板于成在海外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，并转移了大量的资产。一旦东窗事发，债主们会立刻要求对于成采取强制措施，那样，破产重整将宣告失败。为了大局，我们决定暂时不报案。即使我们后来出事，良城所接手，他们采取的策略也和我们一致。筑城顺利重整后，于成为了减罪，又把大量的钱转回了国内，尽最大可能的为债主挽回了损失。事后，良城所报案，将于成送进了监狱。这有没有可能会成为良城所某些人陷害你们的动机呢？或者说，其实他们一直就想扳倒你们，但是苦于没有机会，正好筑城案出现了，使得他们发现了机会呢？不会的，这件事情严格保密，他们根本不知道。那有没有种可能，是别的什么人对良城所泄露消息了呢？这是核心机密，知道的人寥寥无几。许卓呢？他知道吗？知道，他的想法和我们一样。他也同意暂时保密。当然啊，他的利益和我们一致啊。他当时刚起步，这个案子的成功对他更加重要。可是梅先生，我一朋友跟我说，利益一致，看似两个人站在同一战线，可如何分配利益，也同样能使两个人的关系分崩离析呢？那你轻看许卓了，他这个人对金钱没有太大的欲望，要不然也不会坚持这么多年的公益。再说了，我们给他的分成也高于市价，他不会因为分配不均而陷害我们。这一点上，我对他有绝对的信心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那除了他以外，还有别的人知道吗？几个助理，但是我想不出他们告密的原因。哎，英子，我们对人性还是要保持基本的信心。许卓呢，已经同意了，和我们采取统一行动，但是有个问题，
什么问题？罗英子在他们团队，而且罗英子和陈硕的关系不一般。你是怕？从现在开始，万和的所有信息对陈硕一律隔绝。我希望你呢，侧面的去提醒他一下，他现在是梁城的人，如果出卖梁城的利益，就不要怪我们对他不客气。方略，你觉得对陈硕这种人刻意的提醒，好吗？不提醒也行，但是所有的信息要对他绝对保密。他可是你介绍的人。你上哪儿去了？我先倒杯水。去了趟梅先生那儿，我征询了一下他的意见。那梅先生怎么说？他只是说从利益的角度出发，应该暂时保密。是啊，不管是出于保护咱们自己利益的目的，还是保护委托人利益，我们都应该保密。可是我还是不太放心。你是知道选择知情不报的风险的，而且你不觉得这跟当年那筑城案有点太像了？你去找梅先生不仅仅是这事儿吧？你看，就什么都逃不过您的法眼。哎，我承认，想到梅先生遭遇陷害呢，我下意识的就怀疑徐老师当年可能牵扯其中。不过，事实证明，可能我也是想多了，因为梅先生说，陷害他们的不可能是徐老师。梅先生为什么这么肯定呢？因为梅先生说，徐老师当年是完全赞同他们的处理方式的，而且徐老师也不是一个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摆不清自己位置的人，更何况，徐老师是因为梅先生才加入他们的管理人团队的，是因为有梅先生在扶持的。所以说呀，梅先生对徐老师是有绝对的信心的。他是你们的人，怎么防范他那是你们的事儿。我只能说，别怪我没提醒过你，我这边我有办法，请你放心。好，就这样。徐老师，东西我都给您收拾好了，今天晚上我还加班吗？不用了。好。对了，帮我看一下罗律师还在不在？如果在的话，让他上来一趟。徐老师。英子，今天上午你不在的时候，我和邱律师讨论，觉得还是应该暂时不公开。徐老师，我不同意。2亿的资产不是小数目，我们是鼎鑫代理人，按照受托责任来说，刘总理应知情。我们知情不报，那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。而且作为团队负责人的您来说，那筑城案就是前车之鉴呀。谢谢你担心我。当年追随梅先生夫妇参与筑城案，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。梅先生夫妇的做法是选择暂时不报案。从各方的利益角度来看，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。我作为团队负责人，我也要为你们每个人的利益去考虑。英子，我会督促重整管理人团队，也会尽可能多的追回已经被转移走的资产，同时也会跟刘总去解释。可我还是觉得，这样风险真的是太大了。英子，我得提醒你一下，鼎鑫案的负责人是我，鼎鑫是我们卓越所签的合同，你们只是加入我的团队，为我提供服务，这个决定还是应该由我来做。从法律层面上来讲，这件事情因为我做出的决定而引起的任何法律风险，
都是由我个人承担，不涉及到其他人。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的专业判断。我们现在最好的选择，就是做好我们的监督工作，让破产重整的方案能够顺利通过，让我们当事人的利益能够最大化。这件事儿我还是持保留意见吧。即便您说这责任由您个人来承担，可是您将承受的法律风险那也很大呀。我们不说这件事情了，就听我的吧。好吧，那徐老，我先走了。英子，啊，再耽误你点时间。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看好你的潜力。经过这段时间接触呢，我坚信我没有看错人。所以，我想向你发出正式的邀请，成为我的合伙人。啊？您是认真的吗，徐老师？虽然卓越所不是什么大所，但是一上来就可以做合伙人，不是每个年轻律师都拥有的机会。不，您过谦了，卓越所很好，而且确实是很难得这机会。但是就是太突然了吧，徐老师，我这有点被您说的有点懵了。我给你时间考虑。嗯，那如果我答应了，秋华和夏舒他们呢？我要的只是你，罗英子。徐老师，我们3个人是一个团队。其实就是创办樱花所之前，我们仨就在一起了。让我抛下他们，我可能做不到。这样吧，如果邱律师和夏律师愿意的话，也欢迎他们来到卓越所。不过，他们只能做专职律师，而不是像你一样享受合伙人待遇。那这对他们来说就不太公平了。我们都是律师，知道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，本质就是得失而已。如果能得到你，我不介意被人骂不公平。英子，你知道我欣赏你什么吗？滔滔不绝，非常自信，那股谁都不服的劲儿，让我想起了年轻时候的我。可惜，现在的我已经回不去了。但很庆幸，让我遇到了你。徐老师，希望你能认真考虑我的邀请。那抱歉，徐老师，那个，我再好好想想吧。我先走了啊，再见，徐老师。我想向你发出正式的邀请，成为我的合伙人。虽然卓越所不是什么大所，但是一上来就可以做合伙人，不是每个年轻律师都拥有的机会。喂，你跟哪儿呢？在家。出来吗？有事儿啊？有事儿。一会儿老弟我见。喝点什么？随便。服务员，你好。来杯一样的。好的，谢谢。我脑子不太够使了，想借你脑子用用。有个事儿想不明白。说吧。许卓想让我加入卓越所，并且许诺
我一旦加入，就让我成为合伙人。接着说吧。当然，他也邀请了秋华和夏舒，但是没有许诺他们成为合伙人。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啊，如果换做你的话，你会怎么选？你让我来帮你做选择。对，如果是你呢？这事儿关系到你们樱花所的未来，你要找着去商量的人应该是秋华，不是我呀。陆英子啊，你是不是跟许卓表态了，不赞成万和转移资产的事保密啊？那不就很明显了吗？许卓拉你入伙就是想堵你的嘴，那你现在已经知道他的真面目了，为什么还偏把我拉出来求证一下？因为我已经向梅先生求证过了，我试探地问梅先生，许卓向良诚所泄密的可能性。梅先生不这么看，你说的那个目标一致不代表分配一致的理论，梅先生也不认可。因为梅先生觉得许卓不是一个因为钱会害人的人，而且梅先生说，他给许卓的分配比例比市场价要高。那你认同吧我的这个理论？目标一致不代表分配一致。我也不认同，起码是当下吧。就好比万和这个案子，我就不是为了利益去的，因为我想把我们这个律所办成。好，你不为了利益，那许卓呢？许卓接这个活是不是为了利益？不是，做慈善，搞公益。换个思路，咱不聊许卓，聊聊梅大梁吧。你觉得现在的梅大梁和以前的梅大梁是一样的？原来的梅先生，我们上学那会儿跟现在一样啊。往前倒，往前。以前的梅大梁夫妇呢是何等人物啊！从那么著名的红圈所净身出户，创立了良诚所，不说一手遮天吧，但一定是飞扬跋扈，说一不二吧。飞扬跋扈，梅先生可能吗？怎么不可能啊？他经历了家破人亡，甚至自己的律师资格都被取消了，还是现在的这种气势，你自己想想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是这个案子呢，我做了很多的研究。铸成案其实最开始就是梅大梁夫妇，他们两个带着自己的助手做，工作量太大，他们消化不了，甚至找了像许卓这样的小律所，也没让良诚所的其他合伙人碰。这个案子最终管理人团队有3000万的利润，3000万。如果不是梅大梁夫妇出事的话，除了30%上交律所，剩下的全都是梅大梁夫妇的。那你说他们的大碗吃肉，其他良诚所的所有人连汤都喝不上。哦，有一个人喝上汤，许卓。许卓喝的，这个呢是梅大梁夫妇赏赐给他。我想问你啊，赏赐别人的人，你觉得真的能看到被赏赐人的真面目吗？谢谢。反正我把该说的呢都说了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当我没说。2杯拿铁，姐，您还是馥芮白低因脱脂奶。小磊，你还记得我爱喝什么？是不是夏叔提前给你复习功课了？和我可没关系。好嘞，你的情况我都跟兰姐说过了，你就直说吧。姐，您看一下，这是我能给出的最高的价格了，里面还增加了一些对您有利的款项。您这2%的股份，真是能定了我的生死。您也不希望我大伯、小叔他们欺负我吧？我这次回来就是因为这事儿。你看一下，
这是你大伯和小叔最新给我开的价格。你如果能比这个高，我就给你投票。这怎么比上次还高啊？他们能拿出这么多钱吗？你别怪我坐地起价，这可是我全家的养老钱。我做的呢，就是一锤子的买卖。你之前如果就跟我开价，那我早就卖给你了。只要你拖到现在，我也没辙呀。兰姐，虽然新城的债追回来不少，但是比起负债来说，还是9牛1毛。加上行情不好，工人工资亏空大，郝总的钱进去不少。你看能不能？谁都难，我也难。就说夏叔，他还要替他父亲收拾烂摊子，你欠他的钱不是还没有还上吗？就这样，他还私下找了我好几次，替你说好话。这样，姐，钱我去凑。但是在那之前，您能不能别跟我大伯他们签约啊？好，那我就等你10天。明天的报告，你们要好好的准备啊，争取拿一个好成绩啊。老师再见。哎，林先生，秋华，哎。闭上了眼睛，等待一束风来把它唤醒。肩上的太阳和雨水的重量